无关。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当初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击败我后，所有人都说他再也不会和佩雷拉打了。但我当时就想白大拿，再安排一场，我必须复仇。我始终坚信自己能做到。如果你知道自己比他更强，那就别废话，向自己证明。证明你才是这项运动里更顶尖的高手。24岁的凯文·巴列霍斯为自己光速打出的 UFC 亮眼战绩倍感震惊，职业战绩17胜1负。UFC 3连胜的巴列霍斯，在今年3月首次踏上八角笼赛场，如今斩获3连胜。我为自己今年交出的答卷感到无比开心，也满心知足。这一年的征程无比圆满，收获的一切也太多太多。年初还是一名初登八角笼的新人，年末就能跻身官方排名，这简直是梦想照进现实，太不真实了。说实话，这样的结果我从未奢望过。得知自己位列于量级第13位时，我彻底惊呆了。击败吉加之后，我心里预估自己顶多能挤进榜单第15位，能实实在在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排名里。我打心底觉得意外，因为打进排名前列这件事根本不在我今年的计划里，我甚至从未萌生过这个念头。我今年的唯一目标就是积累大赛经验，可如今我不仅光速站稳脚跟，跻身顶尖行列，还冲到了第13位。这份惊喜真的太大了！太多南美选手为了获得更好的训练资源，不得不远赴他国定居备战。我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我留在自己的祖国阿根廷。我们在一点点变好，一步步变强。我心里始终有个想法，希望未来所有的赛前集训都能在本土完成。迪恩·托马斯预测佩雷拉2026年将会升到重量级。托马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佩雷拉的职业生涯堪称传奇。若你不具备冠军级别的竞争力，那就专心做一名吸金的商业拳手，尽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而佩雷拉却能二者兼得，既能靠大赛吸金，又能稳居冠军级水准。这种能力并非人人都有，对他而言，在不同量级之间灵活切换完全合理。随着年龄增长，他会越来越不愿承受减重的折磨。我认为到今年年底，他就会正式转入重量级。无论让佩雷拉对阵谁，这场比赛都极具观赏性，你绝对会想看。他如今已经具备这样的号召力，在 UFC 300之前，你还不能这么评价他。但经历了 UFC 300、UFC 303与 UFC 307之后，他已然成为一位无关对手是谁都值得关注的超级巨星。绿巨人布鲁诺怒喷保罗科斯塔诺夫。布鲁诺对保罗科斯塔临阵退赛的行为怒不可遏，对保罗的怒斥毫不留情，字字诛心。我刚收到消息，保罗科斯塔退赛了，他没给出任何退赛理由，就这么临阵跑路了。连 UFC 官方都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向来如此，永远是这副德行。保罗科斯塔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软蛋懦夫。这种行为既是对 UFC 赛事方的极度不敬，也是对同台竞技对手的莫大羞辱。我现在随时待命，任凭 UFC 安排。3月7日的赛场，无论他们让我打谁，我都接。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对其他选手干过无数次这种事，临阵退赛的操作，他早就轻车熟路，屡见不鲜了。接下来几天，我会静待官宣，看看最终的对手是谁。但我想先点一个名字，声明一下，我对这位选手本人毫无敌意，也充满尊重。我敢笃定，他绝不会像保罗科斯塔这般懦弱窝囊。我希望他能接下这场对决，在3月7日和我站上八角笼。话就放这了，罗曼多利泽，敢不敢接招和我打这场比赛？丹胡克官宣飞 UFC 赛事重磅消息，10万美金大奖花落谁家？丹胡克虽是 UFC 在册选手，但在新西兰本土，他早已凭借个人推广的赛事闯出一片天地。与传统综合格斗赛事不同，他的赛事主打户外街头对决，极具话题度。如今，这位轻量级名将正式宣布街头之王锦标赛回归，并高调宣称冠军将捧走一笔丰厚奖金。但胡克这场非官方认证的后院式锦标赛再度起航，赛事时间定在他对阵圣丹尼斯的1周后，奖金额度也创下历史新高。胡克通过社交媒体官宣，本届赛事将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办，最终夺冠者可独揽10万美元奖金，10万美金悬赏。街头之王强势回归，2月7日，奥克兰。体重100公斤以上级别，谁都可以来挑战。相较于以往传统的5万新西兰元奖金，此次10万美元的额度堪称飞跃式提升。因此，本届街头之王大概率会吸引众多重量级高手参赛。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Killing spree. 这个小炮啊，有点逆天了。QW 全交为什么要打呀？QW 全交，你等他过了再打不就行了？哎呀，他想强杀，我就陪他强杀，最后搞得我死了。妈的！这没升6级。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 Has been slain. 可惜啊，差强。 Ally has been slain. 作为绊脚石来说，结果马上是10分的话，我得在。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h, 带我节奏，牛逼！我操你妈的！
不想玩了，真的。妈又带我节奏。霞没大的，他去抓霞，你把他压在塔下怎么杀呀？你让霞直接过来吃线，他敢吃线直接死。哎，哪有这么费劲呢？怎么又死了？敢抓诺手啊！小龙没了。哎，小龙还有，瞎子死了。这把得赶紧出个重伤。去晚了。好走位，这波走位可以啊。看没人说话呀，我只能放视频了。科尔比·卡文顿怒喷杰克·保罗，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向来风格张扬的科尔比·卡文顿于周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以他独有的方式点评了这场对决。这场比赛可没剧本，就算有，安东尼·约书亚肯定没拿到。这场景让我想起《蠢蛋搞怪秀》里的名场面：约翰尼·诺克斯维尔在百货公司和巴特比恩打拳击。大家看这场比赛，就是想看看杰克是不是蠢到真的要去挨重量级拳手的毒打，结果他还真没让人失望，像诺克斯维尔一样，以一种丢人的蠢蛋式方式收场。杰克既没证明自己有多硬朗，也没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拳击手，他只证明了自己真的很蠢。真不敢相信有人会赌一个迪士尼频道童星出身的小子能打败奥运金牌得主和世界重量级冠军。整场比赛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如果杰克就此彻底放弃假扮拳手的把戏，我一点也不惊讶。杰克，就此挂拳退役吧，没有任何捷径，也没有任何药物能让你变成一个真正的选手。达科塔·迪切瓦发布退赛声明。迪切瓦原定于2月7日在职业格斗联盟迪拜之路赛事中对阵丹尼斯·基尔霍尔茨，但这位英国选手近日透露自己在训练中受伤，将暂别赛场一段时间。这位27岁的不败赢量级名将公开了自己的处境，
并就退赛事宜发布声明。他坦言因无缘迪拜战而心碎不已，受伤后我连续哭了2天。昨天官方宣布退赛时，我又忍不住哭了一场。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无比渴望能站上迪拜站的赛场，为2026年开个好头。去年全年只打1场比赛，对我来说简直是噩梦。我真的很想弥补失去的时间，向职业格斗联盟、我的对手致以深深的歉意。也对不起那些期待我2月重返赛场的亲友与粉丝们。我目前状况稳定，正在康复中，很快就会回来的。梅根·奥利维透露 UFC 续约。UFC 的解说团队云集传奇拳手与标志性解说员，一直是联盟的一大看点。此外，场下采访与赛事分析等岗位同样不可或缺。而 UFC 首席场下记者梅根·奥利维也有关于自己在这家全球顶级综合格斗联盟未来去向的消息要向全迷公布。梅根·奥利维深耕场下采访10余年，自UFC 160起开启职业生涯，如今39岁的他已与白大拿团队合作12年。成为八角笼边极具人气的场下面孔，粉丝们自然十分关心他是否会留任。而好消息是，他确实将继续效力。在伯恩之火播客节目中，奥利维透露自己与 UFC 的转播岗位续约谈判已进入尾声，我的新合同即将敲定，太让人激动了。尽管他没有透露具体条款，但直言这份新合同对他而言不亚于一份圣诞礼物。除奥利维外，据称还有多位核心成员也已完成续约。消息显示，UFC 元老保罗·菲尔德与迈克尔·比斯平分别签下为期5年和4年的新合约。这2位前拳手在现役时期就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基础，拥有各自的人气与影响力。而白大拿团队决意挽留奥利维，足以证明他已成为深受拳迷喜爱的标志性人物。爱尔兰双料 MMA 冠军称，康纳·麦格雷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爱尔兰对 MMA 的认知。爱尔兰级别冠军威尔弗勒里谈及了近年来爱尔兰 MMA 媒体热情减退的现象，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康纳巅峰过后，本应有更多人关注 MMA， 但现在的感觉是，很多人因为某种程度上对这项运动感到反感，已经渐渐疏远了它。但国内的 MMA 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选手，还有一大批新生代小将，他们既是这项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技艺精湛的格斗家。说实话，爱尔兰人对 MMA 的态度有点奇怪。10年前，如果你说自己是 MMA 选手，大家会说：“哦，挺酷的，真厉害。”但现在我发现，比如在派对上被介绍成 MMA 选手时，人们只会敷衍地说：“哦，酷。”那种感觉就像在说：“你肯定有点傻吧？你肯定哪里不太正常。”不过他们这么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现在爱尔兰普通民众对这项运动已经没有那种好感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怪康纳，但我觉得也不全是他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爱尔兰人对格斗运动本来就有点势利眼，拳击项目也面临过类似情况。乔·罗根建议杰克·保罗提升心肺功能，咨询爆发力训练专家。罗根对杰克·保罗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但明确表示他急需改善心肺功能。这位 UFC 解说员指出，保罗在短回合比赛中表现极为出色，但在8回合、每回合3分钟的赛事中却力不从心，尤其是到了夺冠关键回合，体能下降会严重制约他的发挥。罗根建议道，他在很多比赛的后半程都会体力不支，这一点必须彻底解决。如果他能拥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比如师从那些世界级的顶级力量与体能教练，专门强化心肺功能，他能击败的对手会多得多。他确实在认真练拳击，训练也很刻苦，但要达到世界级的体能水平，他需要山姆·卡拉维塔、尼克·科尔森这样的专家，还得咨询爆发力训练领域的专业人士太多次了。比如对阵内特·迪亚兹的比赛，他在后半程都没了力气。说实话，要是只打3个回合，他绝对是个难对付的狠角色，他真的很厉害。这次还击中了安东尼·约书亚，那一记右拳力道十足。肖恩·奥马利谈观众不愿看其与彼得·严2番战。肖恩·奥马利近期坦言，观众并不希望他很快与彼得·严再度展开对决。目前奥马利已遭遇2连败，他将在 UFC 324中对阵宋亚东，力求打破连败僵局。绰号甜心的奥马利对此次迎战宋亚东信心十足，坚信能献上一场精彩赛事。他计划击败宋亚东后，与彼得严进行2番战。奥马利近期表达了对这场2番战的期待，并表示：“我一定会击败宋亚东。”之后就和彼得在白宫战中一决高下。有人说，你刚经历2场失利，我们不想看你俩比赛，那等1月25日之后再来跟我说你不想看肖恩对阵彼得，看完我这场比赛再下结论吧。甜心对决彼得，赛场设在白宫，
这可是美国选手对战俄罗斯选手，可大家还是不想看这场比赛。我在网上某个投票里看到了这结果。行吧，既然你们这么想，那你们就去看彼得对战梅拉布吧。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到时候我在赛场上献上一场惊艳全场的比赛，你们可就错过了。毛里西奥·鲁菲为宗教信仰拒4800万雷亚尔巨额邀约。鲁菲透露，他曾收到过一份截然不同的邀约，不得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耶稣。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鲁菲表示，尽管这笔钱数额惊人，他还是果断拒绝了。我曾收到过数百万雷亚尔的邀约，真的是好几百万。对方想让我和博彩公司达成合作。就在我的倒数第2场比赛前，有人开出4800万雷亚尔的价码，只要求我在8角笼里绝口不提耶稣。任何与上帝作对的事，我都会说不。而这么做最终受益的只会是我自己。因为主会赐予我内心的安宁。与耶稣同行，就意味着要放下自己的执念。很多人觉得放下执念是坏事，但事实恰恰相反。假以时日，你就会发现，这是你能为自己做的最正确的选择。贝拉尔·穆罕默德希望能在摔跤垫上了结与科尔比·卡温顿的多年恩怨。上周末，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办的第4届美式自由式摔跤联赛中，穆罕默德挑战了2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1级联盟自由式摔跤冠军、现任美式自由式摔跤联赛次中量级冠军大卫·卡尔，但最终未能取胜。尽管未能夺冠，这位前冠军仍表示，这场高强度对决让他收获满满。我们完成了一场精彩的摔跤对决，虽然没能赢下比赛，但过程非常棒。毕竟我的对手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感谢美式自由式摔跤联赛呈现了如此精彩的赛事。他是2届全国冠军，父亲更是奥运选手。这场对决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从不畏惧挑战。他的速度确实惊人。这是一次难得的宝贵经历，希望联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好能给我安排一个实力稍弱的对手。对了，那个叫科尔比·卡温顿的家伙怎么样？他1月要在迈阿密对阵洛克霍德，说不定我们届时能同台竞技，或许我可以挑战这场对决的胜者。既然连世界最强选手我都能与之周旋，那面对这个量级里的不入流之辈科尔比，真的是看不懂，结果可想而知。这么强势的时期，他跑去抓个上路，直接打团早赢了，全部人跑过去抓上，无语了。德里克·刘易斯爆料，提拳传奇里克·范霍文拒绝 UFC 32次对决邀约。德里克·刘易斯在其全新播客节目《野兽与牛仔》中透露，UFC 最初计划安排他作为范霍文的 UFC 首秀对手，之后才调整安排，让他在1月24日的赛事中对阵瓦尔多·科尔特斯·阿科斯塔。自7月以来，我几乎每个月都在争取比赛机会。我的上一场比赛30秒就结束了，所以我本以为 UFC 会很快给我安排下一场对决。UFC 那边跟我说别急，我们给你安排一场重磅对决，你就安心等通知。于是我就一直等，结果什么消息都没等到。他们当时说这场比赛绝对够分量，你肯定会满意的。明年1月在派拉蒙加平台打响，一开始定的对手是荣耀格斗的一位冠军选手，就是里科。这场比赛本来板上钉钉了，结果他拒绝了邀约。这位黑色野兽还透露，在敲定科尔特斯·阿科斯塔之前，谢尔盖·帕夫洛维奇也拒绝了与他的2番战邀约。乔罗根听闻汤姆·阿斯皮纳尔养伤期间，佩雷拉或对阵西里尔·盖恩。佩雷拉最初的目标是锁定UFC 史上最伟大选手的有力竞争者。但白大拿对于乔恩·琼斯能否在白宫主题赛事中回归的表态，让这场梦幻对决的可能性蒙上阴影。眼下他还有另一个选择，冲击3冠军的传奇成就。不过今年10月的 UFC 321赛事中，汤姆·阿斯皮纳尔被西里尔·盖恩戳伤眼部，这也让重量级冠军的归属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前 UFC 选手乔西·汤姆森提议，可安排佩雷拉与盖恩进行一场重量级临时冠军战，而这位 UFC 的资深解说员也听闻了这场比赛的相关传闻。罗根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中谈及佩雷拉时表示，现在有很多声音在讨论让他升重去打重量级比赛，甚至有不少传闻称他的对手可能就是西里尔·盖恩。我不清楚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我还没和白大拿聊过这件事，但这确实是个合理的安排。佩雷拉现在的体重已经达到240磅了，甚至超过240磅。必须明确的是，这家伙有一拳 KO 重量级选手的实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重拳力度是 UFC 有数据记录以来最强的存在。
杰克保罗称自己赢下2个回合，曾将安东尼约书亚打得摇晃。我赢了2个回合，接着他赢了2个回合，之后我就被击倒了。但我当时状态不错，只是面对这样一位大块头对手，心理压力太大了，而且和重量级选手对练，跟用10盎司拳套打比赛没看懂完全是为什么要两码事跑出来。所以他的重拳威力我感受的格外明显，真的这场经历非常宝贵。你我学蹲不就到了很多行了？跑我真过去一希望当时能有超过3周的备战时间，增点肌肉，这样就能站稳脚跟跟他对攻了。而且我当初真该去高原训练营备战的，这是我最大的失误。虽然当时觉得训练营的效果还不错，但要应对这种高强度比赛，我还需要更上一层楼的体能，而这只有通过高原训练才能实现。能和如此顶尖的选手同台竞技，总体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你往。死路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改进。所以我虽然有点失望，但也清楚他的实力有多强。不过我确实曾把他打得摇晃过，没错，我让他晃了一下。但他这场比赛的报价防守做得更稳了。萨鲁基安放话，UFC 冠军之位亦是囊中之物。萨鲁基安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向粉丝宣称，自己问鼎 UFC 轻量级冠军只是时间问题。现任冠军伊利亚托普里亚因个人事务缠身，无法即刻接受挑战。UFC 因此安排了一场临时冠军赛，这场临时冠军对决将在明年1月的 UFC 3247上演。对阵双方是帕迪平·布雷特与贾斯汀·盖奇，萨鲁基安则遗憾沦为轻量级冠军战的局外人。在此期间，他又敲定了2场缠斗赛，对手分别是沙拉马戈梅多夫与兰斯·帕尔默。一边参赛一边等待 UFC 的新赛程通知。萨鲁基安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的名字稳居榜首，绝非浪得虚名。此刻，金腰带于我而言不过是囊中之物。”阿曼达·努涅斯与唯一击败过凯拉·哈里森的女将一同特训。UFC 324联合主赛是努涅斯自2023年年中完胜艾琳·阿尔达纳之后的首场比赛。考虑到他的长期休战以及哈里森近期的连胜势头，不少人都认为这位美国名将将会粉碎传奇老将的复辟美梦。为了避免这一结局，努涅斯倾尽所能，甚至请来了 MMA 赛场上唯一击败过现任女子雏量级冠军哈里森的选手，此人正是拉里萨·帕切科。面对2度奥运会柔道金牌得主哈里森，帕切科在前2次对决中均已判定告负，终于在2022年的第3次交锋中以点数优势击败这位老对手，问鼎 PFL 轻量级锦标赛冠军。如今帕切科已加入努涅斯的 UFC 324备战阵营，助力这位传奇名将备战1月24日的冠军对决。这位前雏量级与量级双料冠军，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备战 UFC 324的秘密武器与帕切科一同训练的合照。德瓦利什维利用玩笑化解托普里亚的离婚僵局。托普里亚正深陷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风波，而单身的德瓦利什维利则将娶妻列为人生头等大事。2人同框总能引爆全网热度。为了给忙碌的比赛年收尾降温，他们结伴度假并进行年终实战对练，果然不出所料的刷屏了。有网友拿托普里亚给乔治娜的离婚事件打趣，将2位 UFC 冠军相提并论，俩都在找老婆呢。对此，梅拉布毫不介意，顺势玩梗，只用一个大笑表情回应。玩笑归玩笑，